宋教仁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曾领导国民党取得了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的胜利。然而，在他准备组阁之际，于1913年3月20日的晚上，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五十英开枪暗杀的。袁世凯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他被认为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后黑手之一。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袁世凯并不是真正的凶手。在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获得了绝大多数席位，宋教仁想要按照欧洲的内阁制惯例以党魁的身份组阁，于是他和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聚集在上海商讨如何应对国会的党派。他们制定了一个大纲，然后宋教仁拟定了计划，并带着一些国会议员于3月20日北上。当晚22点45分，他刚走进上海车站，就遭到了预谋的枪击，腹部中弹，凶手开枪后就逃走了。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右手把于右仁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我痛得厉害，可能要不行了。”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仁、廖仲恺等人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仁留下了遗嘱，他还让黄兴代写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中弹的经过和革命生涯。电报原文如下：袁大总统您好，我今晚乘坐沪宁火车前往北京，想要拜访您，但是在晚上10点45分，我在车站被背后的人开枪击中，子弹从腰部进入腹部，我可能会死。自从我受教育以来，我一直很自律，虽然有些小过失，但是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我反对清政府的不良行为，支持改革，也非常注重人道和公正，从来没有滥用权力。现在国家还没有稳定，人民的福利还没有得到提高，我就这样死去了，还有很多遗憾。我希望您能够真诚地对待人民的权利，尽力保障他们的权益。如果国家能够确立一个稳定的宪法，即使我死了，也会觉得自己还活着。在我临死之前，我希望您能够听取我的遗言。宋教仁手术后，宋教仁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他的大小便中出血非常严重。3月21日下午，他再次被送进手术室。3月22日凌晨4点48分，他去世了。这个消息传开后，全国人民都非常震惊。破案的过程是出乎意料的顺利。3月23日，有人举报，有的举报了杀人凶手武世英，有的举报了买凶杀人者殷桂新。法租界探长黄敬荣的抓捕行动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杀手武世英居然也在，这真是抓一送一啊！同时起获的还有密码本和所有往来电报，等于是一网打尽，人赃俱获。做了这样的惊天大案，难道不应该销毁所有证据，立刻远走高飞，逃之夭夭吗？怎么还能像个没事人似的，等着警察来抓呢？简直让人怀疑啊！宋教仁案是中国宪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分水岭。在宋教仁遇害之前，中国社会相对较为理性，各方势力并没有为争夺胜利而立即动武，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未完全消灭满清皇室。中国似乎在逐步走向西方社会的宪政和民主，但随着宋教仁被暗杀，这种趋势被迫中断。国民党指责袁世凯是凶手，尽管大多数人，包括袁世凯本人，都要求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但孙文却坚持使用武力。从此，枪杆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法律和讲理则被抛到了一旁。孙中山和袁世凯是近代史上的一对著名冤家。孙中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以革命党领袖的身份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仅仅1个多月后，他就被迫将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1年以后，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刺，孙中山掀起2次革命，与袁世凯再次兵戎相见。想要知道是谁刺杀的宋教仁，首先需要对相关嫌疑人进行梳理。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袁世凯是最有嫌疑的凶手。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在中华民国国会选举前后，宋教仁积极主张内阁制度，这可能会危及袁世凯的统治地位，因此袁世凯可能会暗杀宋教仁。袁世凯和宋教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主要是因为两人在政治立场和目标上存在分歧。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倡导实行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
而袁世凯则希望掌握更多的权力。这种分歧导致两人在政治上产生了对立。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请，从上海赴北京商议国家大事。然而，在上海车站被刺杀后，送往医院不治身亡。按照当时破案的结果显示，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赵秉钧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创始人，中华民国初年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并在当时加入国民党担任理事。袁世凯和赵秉钧在清末时期就已经相识，赵秉钧曾在清末为袁世凯的心腹。进入民国后，由于赵秉钧加入国民党，袁赵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时候呢，一个人可能同时属于不同的阵营。一方面，袁世凯需要利用赵秉钧这样圆滑周至的政客来与国民党周旋；另一方面，袁世凯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信任赵秉钧。后来因为背负宋教仁遇刺案的嫌疑而辞去总理一职。赵秉钧的杀人动机非常简单，有人认为赵秉钧杀宋教仁是因为他担心宋教仁会取代他成为总理，还有证据表明，在当时巡捕房在搜查殷桂新的住宅时，发现了作案凶器和一些电报和信件，证明殷桂新可能是这起刺杀案的幕后黑手。赵秉钧否认与此案有关，但他的国务院通电却暴露了他与殷桂新之间的往来。1个月后，被认为是刺杀宋教仁的凶手伍世英在狱中死亡。而次年的2月26日，赵秉钧在天津都署内中毒7窍流血而亡。殷桂新是青帮大佬，他跟南北双方都有关系。他既是陈其美手下的谍报科科长，又是孙中山的卫队司令，还是总统府的总务长。他又是北方袁世凯政府任命的江苏巡察总长、共进会的会长。那么他到底是属于哪一方呢？当时跟殷桂新打交道最多的人是北京临时政府内务秘书洪树祖。殷桂新与洪树祖的关系很不一般。1912年，洪树祖在东南调查水上警察事宜的时候，青帮成员殷桂新结识了洪树祖，并与他结为了好友。洪树祖后来还将他引荐给了袁世凯和赵秉钧。殷桂新与洪树祖之间来往有很多电报、通信往来，其中有一些就涉及到宋教仁。宋案发生后，赵秉钧辞去国务总理职务。殷桂新和伍世英因为涉嫌犯罪被英法领事逮捕，后来被转移到中国当局的监狱。不久之后，伍世英因为吃了殷桂新朋友送的毒馒头，在监狱里死亡。殷桂新在7月25日成功逃出监狱，之后前往青岛躲藏。袁世凯在镇压了2次革命后，殷桂新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电报，并毫不避嫌地跑到北京，写信给袁世凯，要求实践当初毁宋仇勋位的承诺。如果袁世凯授予他勋位来表彰功绩，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刺杀宋教仁的主犯。1914年1月19日，殷桂新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被京畿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义和另一侦探王双喜乱刀砍死。而最后，这2位杀手也不得善终啊！这一连串的离奇死亡事件很难自圆其说，进一步加深了袁世凯的嫌疑。洪树祖曾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得知世交赵秉钧与手握北洋军权的袁世凯打得火热，就从上海赶到北京投靠袁世凯，并为袁世凯出谋先以南压北，再以北压南之计，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在袁世凯得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委任洪树祖为内务部秘书，并授予3等加贺章。因此，袁世凯对洪树祖有知遇之恩。他曾参与中华民国南北统一和南北和谈，担任内务秘书。这可不是一般的秘书，他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有可能是洪树祖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指使殷桂新雇佣伍世英暗杀宋教仁。他可能是自作主张，揣摩上意，为了分担袁世凯的压力，于是他来到上海，找到上海滩旧友青帮成员江苏驻沪巡察长殷桂新。殷桂新又在得到事成之后，将现金50万元受2等功勋的许诺后，物色了兵痞出身的伍世英做杀手，这才有了宋教仁刺杀案。史学界最多怀疑的是陈其美。陈其美被孙文称为民国长城，搞暗杀是家常便饭。史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陈其美是嫌疑人之一，但也有人认为他不是幕后凶手。陈其美曾表示，宋教仁被杀是袁世凯最毒的阴谋。
陈其美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同盟会元老，青帮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1906年，陈其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警监学校认识孙文，随后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陈其美认识孙文之后，基本上是为孙文出生入死。孙先生说去哪儿，他别无二话，这种赤胆忠心让孙先生异常感动。陈其美的亲信英贵新是青帮的大佬，两人早有来往。陈其美的革命机关大多借助英贵新家，并收留亡命党人。英贵新家实有房屋30多间，使众多革命党人曾在英贵新家避难和商讨革命纪要，包括陈其美、于右仁、李真武等革命元勋。英贵新也是同盟会元老之一。孙中山自海外归国至上海，英贵新也负责接待和保卫。孙中山自上海赴南京，保卫工作由英贵新负责。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英贵新被命为总统卫队司令，后改任南京总统府庶务科长。陈其美借助英贵新在青帮的势力，打开了上海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此陈其美和英贵新结为了生死之交啊。根据孙文同盟会的盟友所说，张炳麟在190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张炳麟宣布孙文罪状书》的文章，指责陶成章收取了大量革命募款，但私自占为己有，这引起了孙文的不满。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天主教广慈医院住院，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前去刺杀陶成章，导致他不幸身亡。郑汝成和陶俊宝也遭到了陈其美的暗杀。北一辉则认为宋教仁被暗杀的案件也与陈其美有关。陈其美和宋教仁曾经是朋友。1910年，宋教仁结识陈其美，陈其美甚为佩服，随后归附于他的麾下，协助宋教仁在上海站稳脚跟，于次年成立中部总会。陈其美担任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干事。1913年2次革命爆发，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916年5月18日，受袁世凯指使的张宗昌派出陈国瑞，假借签约援助讨袁经费，在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寓所将陈其美暗杀身亡。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因为宋教仁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曾到处宣传发动人们反袁，而且还拿了袁世凯的钱财，依旧我行我素，收买不成派人杀之，也是他可能采取的手段。在宋教仁遇刺后，警方调查发现，袁世凯心腹国务总理赵秉钧是重大的谋杀嫌疑犯，而袁世凯本人也涉嫌。袁世凯手握北洋重兵，清政府倒台后，孙文当上了首届大总统，袁世凯都能凭实力把孙文撵下台。之后当上大总统后，又敢直接称帝，凭手中的兵权，明着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宋教仁虽大力推崇宪政对他构成了威胁，但充其量只是个手无一兵的书生，更对袁世凯构不成什么实际威胁。一旦闹翻脸了，袁世凯直接就能干掉宋教仁，没必要对个书生暗中下杀手。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仅没有像孙中山、黄兴等人那样一度放弃政治上的努力，反而较革命之前更加热心于政治活动。尤其是当中华民国的大权被袁世凯独揽的时候，宋教仁也没有心灰意冷，而是以100倍的热情筹组中国第一政党国民党。从宋教仁被暗杀之后未死之前写信给袁世凯的情况来看，我的初步判断是，宋教仁知道暗杀他的幕后黑手不是袁世凯，这也表明了宋教仁对袁世凯的态度。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在《新秉密院》一书中披露了一些细节，称袁世凯多次派密使与宋教仁接洽，并欢迎他北上。但在北上临行之前，陈其美、英贵新等人询问宋教仁关于国民党内阁的组织办法，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听完宋教仁的想法后，英贵新大骂宋教仁是叛党，并试图当场杀害他。但在场的人劝阻了英贵新，宋教仁则表现出坚定的态度，说：“死无惧，志不可夺。”最终，大家离开了现场，但陈其美和英贵新对宋教仁的仇恨加深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陈其美和英贵新商议对策，于是，在3月20号刺杀了宋教仁。英贵新知道兼任总理的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害怕宋教仁抢夺他的位置，于是通过他的秘书洪树祖骗取了赵秉钧的密电密信。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邀功请赏，但后来这些密电密信成为了嫁祸袁世凯的文字证据。
宋教仁的政治主张一直是效法英国政党政治，由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不太可能说组织政府要大公无党，因此此段叙述真实性值得存疑。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在1988年5月20日写给汝州族人的信中提到，赵秉钧实际上是在2月26日晚上去世的，按照阴历是2月初2。因为直隶都督署的秘书长直到27日才给袁世凯总统发电报，称赵秉钧死于腹泻头晕昏倒在地，并没有七窍流血的情况。后来一些人编造了一些谣言，让人们怀疑袁世凯涉嫌加害赵秉钧，认为这是北洋集团离心的开始。但实际上赵秉钧死于中风，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脑溢血。当时家属亲眼见证了他倒在内寝室床头侧旁的情景，并没有吐血的情况。宋教仁案发后不久，嫌疑人殷桂新和伍世英先后在租界落网。根据搜查殷桂新家里时发现的信件和电报，袁世凯成为幕后凶嫌，谋划者赵秉钧和直接指挥人洪树祖。之后，伍世英和殷桂新先后被刺杀灭口。令人意外的是，袁世凯却送了一笔钱给洪树祖，让他离开北京。洪树祖离开北京后躲进德国租界地。到了1917年春，化名张角安来到上海，因为债务纠纷被控告。当洪树祖从法庭出来时，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履抓捕并带到北京。在袁世凯去世3年后，也就是1919年，洪树祖被执行绞刑。如果真的是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的，那么为什么袁世凯当时没有杀洪树祖灭口呢？而是选择放了他呢？这不合理啊！而赵秉钧又是次年因病去世，所以我认为袁世凯不是谋划刺杀宋教仁的凶手。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处日本人寓所被枪杀，很多人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派员去刺杀他，但我认为袁世凯当时病重，可能没有时间策划暗杀。因为早在1916年3月27日，袁世凯的身体就出现了病状。据报道，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可能是因为尿毒症。5月16日，他开始感到腰和枕骨疼痛，食欲减退，睡不着觉。5月28日，袁世凯的病情恶化，脸色变得苍白。6月5日中午，袁世凯突然晕倒。6月6日上午10点15分，他去世了。根据上面的资料情况来看，我认为袁世凯并没有对赵秉钧和洪树祖进行杀人灭口，但殷桂新和伍世英却被灭口，后又有陈其美被暗杀，这一定另有其人。想追查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那就要先找到灭口人是谁。我们需要对刺杀殷桂新、陈其美的凶手进行调查。可惜的是，历史可能不愿意记录小人物，亦或是被后人删除。我并未找到劫杀殷桂新的杀手郝占一的生平记录，但在知乎上一段不知真假的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1915年，陆建章督理陕西军务时，袁世凯安排郝占一到陕西听候任命，结果一到陕西便被陆建章处死。我认为这段内容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1914年1月19日，在殷桂新离开北京的火车上被郝占一乱刀砍死的，而郝占一是在1915年被处死的，时隔1年多，鬼知道是什么原因被陆建章所杀呀。要知道，杀手伍世英在宋教仁案的次月就被灭了口，若不是殷桂新逃狱后及时前往青岛躲藏，相信殷桂新绝活不过案发当年呐。关于陈其美的死，虽然陈其美的确是由张宗昌派人所杀，但要说袁世凯指使张宗昌杀陈其美是为了灭口，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因为陈其美与袁世凯本就是敌对关系，而张宗昌原本是陈其美手下的光复军团长，在2次革命时，他倒戈加入了北洋军，后来在陈其美发动起义时，张宗昌派手下暗杀了他，这个功绩让他得到了冯国璋的提拔，成为他的侍从武官长。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张宗昌叛变投靠冯国璋后，为了交投名状而自行决定暗杀陈其美。洪树祖与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亲信，似乎都是正常死亡；而殷桂新与陈其美又是孙中山的亲信，却都是非正常死亡。在宋教仁案中，洪树祖与殷桂新又有密电往来，那么到底是谁刺杀了宋教仁呢？宋案案发前月，1913年2月2日，第一次提到宋教仁。在南方的殷桂新致信洪树祖，
民党军举宋任总理已向日本购孙黄宋烈士，警厅共抄送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集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信中内容的意思是，南方的国民党都支持宋教仁当总理，已经向日本购买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不好的历史记录。警察局提供了宋教仁犯罪案件的刑事提票，用照片印制了10万册，从横滨发行。其实这件事不是诈骗案，这只是一个版权纠纷，即使印制了10万册，也败坏不了宋教仁的名声。3月12日，殷桂新主动致信洪树祖，若不去送，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为扰乱，为中间手续，无米为炊，故非异议。意思是，如果不处理宋教仁，就会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议，可能会扰乱整个局面。但是要处理这个问题，需要经过很多手续，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就不能轻易的解决。这里的去字在文中的含义不够明确，可能指杀掉或破坏名声，表达模糊。殷桂新想要利用这件事向洪树祖敲诈钱财，但我怀疑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由于信件不可能在3月12号从上海快速到达北京，因此可能存在其他信件在此之前提到了这件事，只是没有留下记录。这一点可以从洪树祖在13日发来的电报中看出，毁宋筹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意思是毁灭宋教仁来酬谢功臣，根据形势来决定行动，妥善筹划和处理。这个电报的回复速度非常快，不太可能是在12号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毁宋筹勋位似乎是在暗示，如果殷桂新能干掉宋教仁，北京方面会赏他一个重要的官职。但是后来在接受德国裁判所审问时，洪树祖辩护称，杀人还能授予勋位吗？洪树祖坚称发给殷桂新的电文毁宋筹勋位中的毁宋只是要破坏宋教仁的名誉，并非肉体消灭之意。3月14日，殷桂新回复洪树祖的电文是，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时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其转成后事。这句话的意思是，梁山山头上的盗贼四处扰乱，情况非常危险，我们已经发布了紧急命令，要设法剿捕他们，请求将此事转呈上级，等待进一步指示。殷桂新以宋江作为比喻，暗示对付宋教仁，但用语十分模糊。什么叫设法剿捕？也没有说要杀他。3月18日，洪树祖回复殷桂新的电报里说道：“立即照办。”这表示会立即采取行动。3月19日，洪树祖再次发电催促殷桂新事速行，就是事情要快点处理。洪树祖的回复也是含糊其辞，事速行这3个字也没说让你杀人呀。3月21日凌晨2点，就是宋教仁遇刺不久，殷桂新致电洪树祖，20时40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同一天，殷桂新致电洪树祖，号电亮息，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意思是他已经将紧急命令发出去了，希望洪树祖先向上级报告一下情况。当天，殷桂新再次发电说，号电亮息，匪魁已经被消灭，我们的军队没有伤亡，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希望你将此事转呈上级。从时间上来看，宋教仁是在20号晚上22点45分被刺杀的，所以电报所指的就是宋教仁被杀之事。而且在凌晨2点还能到电报局发电报，这可不像今天在家发 email 那么简单，这需要背后有人策应配合才能做到。破案过程意外的顺利。3月23日，有人举报武士英殷桂新，法租界探长黄金荣抓捕得手，人赃俱获，连密码本和电报都被搜出来了。但2个嫌疑人却像没事人一样等着被抓，为什么案发后不销毁所有证据，避避风头离开此地呢？这让人怀疑啊！当时殷桂新要杀人，你为什么会保存所有往来证据，甚至连一个小纸片都留下了？你的意图是什么呢？3月20日发生枪击案，22日宋教仁去世。这个时候你殷桂新不逃，我还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让武士英逃走？武士英不仅没有逃跑，反而从旅馆搬到了你家里住。你为什么这么从容不迫，这么淡定？你为什么没有一点紧张的表现呢？凶手住在你家里，你居然觉得没问题？
武世英开枪用的手枪是陈其美当年送给他的，上面还刻有陈其美的名字。手枪和子弹都在他家里。如果武世英逃走了，这个案子就查不下去了。那个时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非常有限，人口众多，只要改头换面、改名换姓，就可以轻易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因此，这种行为意图难以理解。按照常理来推断，这个案子如果是赵秉钧派人干的，似乎也说不过去。赵秉钧是警察头子，整个中国警察部就是他创立的。赵秉钧智商卓越，假如是他下令指使干的，按照常理，作案的手脚肯定非常干净。当时在所有保存完好的与殷桂新的往来书信与电报当中，其中直接跟赵秉钧有关的，其实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件。有一件是赵秉钧给殷桂新的，里面只是说给你一个密码本，你以后可以按照这个密码本跟我联系，这是属于工作范围，跟杀宋教仁无关。另外2件牵涉到殷桂新，是赵秉钧写给手下红树组的书信，也与宋案无关，并不直接指向宋案。所以所有的电文和书信中都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将赵秉钧牵扯进来。赵秉钧直接发表了一个长篇的通电为自己辩解。赵秉钧致上海地方检察厅公开信，其牵涉秉钧者为手书2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已欲刊电声明，原函可查，岂肯谋刺？然而这种捕风捉影的证据太多了，他很难辩解自己与这件事无关啊。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发了个电报给黄兴为赵秉钧说话，甲乙谋丁，甲狂乙，以丙受益，丙实不知，俱断其罪，岂得为公？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甲和乙一起策划了犯罪，甲欺骗乙说是丙让他们这么做的，而丙呢实际上并不知情，那么就不能轻易的定罪，因为这不公平。现在看来，袁世凯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听了各方的陈述，觉得都有道理，但是又都有嫌疑，这表明这个案件非常复杂，涉及的人和事非常多，这个案件的水呀太深了，需要更多的证据和调查来揭开真相。但至少说明一点，制造本案者的智商不低，掌握的资源不少啊。那么是谁能够掌握如此之多的资源，拉拢如此之多的人下水呢？以至于能够布局如此错综复杂的案件呢？如前所述，3月20日发生了枪击案，22日宋教仁去世，殷桂新并没有逃跑，而是稳稳当当地待在家里，没有任何担心。这说明他背后有人撑腰啊，所以才有恃无恐。然而很快就有人出卖了他，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阿发。他在报案时说，殷桂新曾拿着一张照片对王阿发说：“这个人跟我有仇，你帮我解决了他，枪的问题我来解决，事成之后给你1000大洋作为报酬。”王阿发说自己从没有做过犯法勾当，所以当时拒绝了殷桂新的要求。现在在报纸上看到宋教仁的照片，认出就是殷桂新给他看过的人物，因此报案。随即巡警立刻前往殷桂新的家中，并连同武世英一起逮捕。4月4日下午，公审公堂开庭预审。这个王阿发是怎么认识殷桂新的呢？他声称是吴乃文介绍认识的殷桂新，并提供了吴乃文写的介绍信作为证据。而吴乃文是陈其美的手下，揪出吴乃文之后，在审讯武世英时，武世英交代了一个名叫陈玉生的人，也是陈其美的手下。他承认1913年2月来到上海，认识陈玉生后，于3月19日在陈玉生带领下来到殷桂新家里。3月20日，他与陈玉生再次来到殷桂新家，看了宋教仁的照片，然后带着手枪前往火车站。武世英说了一个重大的案情细节：我并不认识宋教仁，而且开枪的时间是在晚上22点45分。为什么一枪就能命中？不是因为我是神枪手，我并不是凭着照片来开枪的，而是现场有人在旁边指点。这个人叫陈玉生，而且还不只有他，还有张汉彪、冯玉山等人在场。刺杀成功后，他乘坐人力车逃往殷桂新家与陈玉生见面，并得到殷桂新夸奖。由于这些人都与本案有关，因此巡捕房下了一个逮捕令，要去缉拿陈玉生归案。陈玉生在镇江躲在一个旅馆里被抓住。殷桂新的代理律师沃佩辩护道：行凶之人说是某人主使，
而没有第三人可以证明，这样的证据是不能够成立的。沃佩虽然没有点出第三人的名字，他所说的第三人显然是指已经于3月27日被抓捕归案的陈玉生。按道理，这个案子慢慢就能揭开谜底了。令人奇怪的是，已经被抓获归案的陈玉生一次也没有出现在连续7次的法庭预审当中。这个人消失了，从此杳无音讯。然后就是伍世英中毒身亡啊。1913年4月17日，伍世英于应奎城被引渡给中方，并转移到上海模范监狱，后又转至驻守上海海军局的61团营中。同年4月24日，他被毒杀灭口于狱中。现在只剩下了英贵新这一个线索。当时巡捕房和会审公廨的人都在讨论，是否要把吴乃文、张汉标、冯玉山通通缉拿归案。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缉拿这些人的事情了。因此，浮出水面的这4个人中，陈玉山被捕了，而吴乃文、张汉标、冯玉山只是被提议逮捕，但是没有实际行动去抓捕他们。这4个人在中国历史100年以来销声匿迹了，线索中断。1913年4月13日，在上海张园举行了宋教仁追悼会，发起人名单上有2个日本人，一位是孙中山的好友宫崎银藏，另一位则是宋教仁的秘密战友北一辉。北一辉曾经追随宋教仁，在战火中四处奔走，一同出生入死。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北一辉正在进行一次更为惊心动魄的秘密调查。北一辉不甘心他的朋友宋教仁就这样被杀害，因此他自己暗中组织了一次调查，整天追踪凶手。最终当他快要抓到凶手时，日本政府驻上海领事馆要将他遣返日本。历史学家傅桂勇在日本外交部档案中找到了2件东西，虽然这2件东西不能证明谁是凶手，但提供了线索。这条线索中说，1913年4月8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外交大臣木野伸显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到北一辉调查的宋教仁暗杀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嫌疑犯和行凶情况。有吉明说北一辉信口雌黄，居然指控在华日本侨民和黄兴共谋，又指控各国租界的警察也有干系，这引起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重大疑惑，对在华国人也产生了其他嫌疑。如果让他继续信口胡言，必将严重妨碍当地的安宁。没想到此案居然牵扯到黄兴，而且据说各国租界的警察和日本人也参与其中北一辉回到日本后，日本外交部门就召见了他，留下了一份口供档案。某某人居住在上海某某路某某号，他参与了密谋杀害宋教仁的事情，现在躲在某某人开的某家医院，为其提供庇护。这个人的化名是什么？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然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门一直认为他在胡言乱语，这会影响2国关系并破坏当地的安宁，因此要将他遣返，3年内不准进入中国。3年过后，北一辉在撰写他的回忆录《支那革命外史》时提到了宋教仁案，他直接指责袁世凯和某某某勾结，利用英贵新和伍世英的帮助杀害了宋教仁。然而他的指控并未得到世人和日本人的认可，因此在这本书出版时，某某某的名字被打上了叉叉叉，以表明袁世凯和某某某合谋杀害了宋教仁。北一辉在回忆录中还提到，3年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曾经为了保护我的生命安全而行动，当时我即将揭开这个案子的真相，有吉明先生得知凶手们的杀害计划，即将对我进行灭口，因此救我于危难之中，助我脱离险境。这是他在回忆录中留下的话。随着伍世英的死，这个案子被搁置了。与此案有关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所有知道秘密的人都已被处决，因此这个案件成为了一个没有结论的悬案。大家一定很好奇北一辉在回忆录中到底写了什么，于是我立刻去谷歌图书上查找了北一辉回忆录《支那革命外史》。在这本书中，北一辉非常坚定地认为，这个凶手就是你们的国父孙中山。书中摘录，在1912年8月成立国民党之际，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后，他为何不到任，反而去出任袁世凯任命的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当南北统一达成时，
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何以坚持与袁世凯抗衡的是宋教仁，而非孙中山。鄙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断言：孙文的理想从一开始就属于错误的方向。中国所希求的东西与他给出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假如这断言是正确的话，那么透过孙氏来考察革命运动，认识不断发生革命的中国，就不能不说是徒劳无益了。代替孙中山而领导国民党投入参众两院选举的人，最后是宋教仁。当宋教仁赢得大选后，为何出现宋教仁惨遭暗杀的事件？鄙人可以负责任地说，袁世凯不是暗杀宋军的主犯，他仅仅是个从犯而已。暗杀计划的主谋者，还有一名惊天从犯，即为世人所尊敬的某位藏镜人。此人权势最盛之际，正是作恶最烈之时。宋军躺在白色床单上的横死脸容，又在鄙人的眼前浮现。主犯者噙着虚假的眼泪，向未知的吊唁者装模作样的介绍作为宋先生挚友的鄙人，其举动实在可疑之至。鄙人在宋军的灵前告别，泪流满面的同时，心里也在想到，这千古奇烟将在何日得以昭雪呢？这一切宛如昨天发生的事。每当思念涌上心头，宋军之亡灵就不可思议地来到鄙人的身边。杨奎松教授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他在《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中进行了评价。他说：张耀杰先生于蛛丝马迹中苦心爬书，竟将百年宋案一举翻了过来。依据他的考证，谋刺者竟然是革命党自己。杨奎松教授想要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进一步证实张耀杰的观点。他说：其实宋教仁墓碑上于右仁当年的题词就已经曲笔透露了这一秘密。碑文曰：先生之死，天下悉知；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计？为执笔乎？执笔人路；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杨奎松教授解释道：为执笔乎，执笔人路；为曲笔乎，曲笔天诛。这16个字不恰好反映出右仁为老友冤死而又不能直言的捶心之痛吗？当时国民党人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手下的总理大臣，如果真是袁世凯或北方所为，身为国民党人的于右仁又有什么不敢执笔而怕人路的担忧呢？执笔指的是直言不讳、坦诚直率的表达，而曲笔则指的是曲意逢迎、委婉含蓄的表达。于右仁在这里的意思是，如果直接揭露真相，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而如果委婉曲折的表达，可能会遭受天谴。因此，他并没有直接点名道姓地透露出刺杀宋教仁的凶手身份，而是用曲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在我查找资料时，我在《晚清之后是民国》一书中看到了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评价，这个评价让我深思。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曾经是孙中山的朋友，两人在革命事业上有过合作。然而，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评价并不是很高。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文章说，孙军是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这是无论任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是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变；第三是操守廉洁，至少他本身不肯胡乱弄钱，即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梁启超同时评价说，我对于孙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实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是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提倡，人人都借口于一时过度的手段，结果就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的面目反而成为装饰品了。至于另外一个一向奇绝狂狷大儒章太炎写挽联祭祀孙中山，孙郎使天下三分，当未得出盟，江表岂能忘喜许？南国是武家旧物，愿灵修浩荡，武官无故入蒙秦。在史学上，章太炎推崇司马光的史学态度和对人物的品评，可以看出上联暗讽孙中山北伐挑起战争，下联更为严厉，以秦的虎狼之国比喻苏俄，意指其引狼入室啊。宋教仁死后数月，孙中山掀起了2次革命，2年后袁世凯走上了称帝之路。此后
中国的历史一次次的陷入了你争我夺、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宋教仁的死成为了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比沉重的百年之痛。